哎，你说如果找了个外国人，这夫妻之间到底怎么分零花钱？真的是 AA 制吗？是这样的，她最近吧老管我要钱，我问她干啥呢也不说，告诉我过一阵自然就知道了。那我不可能给呀，我没给。然后她实在没招了，跟我坦白了，说想植发，我要头发，让我这边也出点钱，就她主植，我扶植属于。我说植发这玩意儿挺贵的，你们外国人不都 AA 制吗？我给你植一边，她就抗议，她说。我现在不是以夫妻的关系和请求你，我是在以雇佣关系要挟你。我此刻不是你老公，我是你张彩良旗下的头部艺人。平时你发视频评论区我挨个看挨个翻译，大家爱的是我。在你的视频里我是顶流，我植发这2万块钱你要非跟我 AA 制一人一半，那你600多万粉丝你也给我一半，我自己单飞，我自己单飞。我一听我感觉就莽撞之中又有一丝道理，我说行，咱俩可以去就面诊一下。这个面诊的意义呢，就首先是要鉴定你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发。结果我们一进屋，医生看了一眼他脑袋，直接免试了。我说医生这么快呢？那脑袋你看一眼你就看着病根了。医生说我看着我牙上粘块酒，粘块酒。我一看他这情况病的也确实很重，我寻思要不给他植了吧。结果呢，价格比预想的还贵。因为啥呢？人医生解释了，植发这个事儿吧，属于把一个地区的毛囊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就可以这么转。也可以这么转，所谓拆东墙补西墙嘛。但是他呢，就西边的确很需要墙，但是东边又很不要墙，就东边日出西边雨，风吹草低见牛羊，没有给予的能力。那么呢，就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从身上其他的部位，比如腿毛摘下来往脑袋上补。但是呢，问题又来了，大胖媳妇的腿毛是直的，鬓发是弯的，而且呢，不光是她，就人的腿毛都是不长的，就那么长，这样植出来呢就比较参差，有长有短，有直有卷。你说那我能给他植吗？最后得花我不少钱，植出来一个泰迪和八哥的串儿，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谁要呢？我家已经2串了，我觉得不值，没给他做。这事儿呢就暂时过去了，谁也没提。结果最近呢，突然间就挑事儿，说我给翟奥达的零花钱太多了，孩子不懂得珍惜。他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咱这家里都是就按劳获取，都以做家务赚钱。哎，谁也别白拿，每个活都有每个活的报价。洗衣服了、刷澡盆了这种水活10块钱，擦桌子了、扫地了这种汗活5块钱。媳妇，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一听我觉得也有点道理，我说行。结果这一家，我的天，都是财迷呀，干活干飞了。大胖媳妇这一干活，就恨不得整个大中华华语区全能听见。而且现在在我家这个接活、揽活、倒腾活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大胖媳妇揽完活给翟奥达，翟奥达接完活在下方给拿铁。姑娘，你这么扫，到处都是灰，声还大呢。弟弟不喜欢噪音，用这个滴水大白洗涤机，母婴机的噪音特别小。中国的家长和你爸不一样，我们付出劳动讲究一个默默无闻，关键它零扬尘。像咱家有你还有你弟，就得用这种零扬尘，添置个大白，少吸点尘霾。但是晚上，刚才我女儿跟我说，妈，我这一晚上我刷了那么多碗，洗了那么多双袜子，虽然是新的，我爸都搁那摸鱼，我拼死拼活给你干呢，完我就挣3块钱，就3块钱，3块钱够干啥的呀？我心寒不？我说不对，姑娘，谁给你的这个报价呀？他说我爸呀，他说你就给的这个报价，水活1块，汗活6毛吗？我说姑娘啊，你可长点心吧，咱俩还巴巴跟人算账呢，结果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加菲给算计了。我是中介，我收服务费。有太多的粉丝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彩玲啊，外国女的生完孩子是真不坐月子吗？这事儿我问过我加拿大婆婆，那月子肯定是没有坐的，那她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做了什么呢？人家3个孩子每生完一个，第一个事儿就是让她老公给她买那个倒过来都不洒的冰激凌，还必须得是特大号的。用我奶的叫法就是3XL 嘛。北美的甜品号码我是知道的，她要是说这个桶是特大号，那基本跟尿盆差不多大吧。其实我感觉他们对冰的东西的依赖和咱们对热的东西的依赖是一样的，就不管有啥事儿，总觉得哎用冰镇一镇，它总会是有用的。我婆婆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每个月最难受的这几天，人家就去游泳去嘛，还得挑凉吃的。所以我看加拿大的那个医院门口一般都有一个冰激凌店，这就跟咱们的医院门口肯定有卖热粥、热豆浆的是一个道理。我女儿2岁的时候在伦敦嘛，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完上医院看医生说那就只能开点药，那小孩也不能多吃，就回家自愈了。我说的那他太难受了，我能做点什么让他舒服一点呢？然后医生说那就只能是孩子一疼你就给他吃个冰激凌吧。就我在这种环境下呢，说实话生老大的时候我也没咋坐月子，就我妈吧还真特意来伦敦就是要给我坐月子的，就说一定要坐。完我说行，我听你的。完我是早上4点钟生的嘛，那时候伦敦已经秋风瑟瑟，就满是寒意了。完事孩子刚生完，刚放我身上，也就5分钟吧。我的产婆就 hope 嘛，就是希望，就打开了希望的天窗。这个希望，所有窗哐哐哐全打开。我的产婆希望的意思呢，就是那得是打开窗户，让产妇吸收一下新鲜空气，还有小宝宝。给我妈气的，她一打开，我妈就全关上，我妈全关上，她全打开。完了，这产婆还问我老公，
你这个 mother in law，你这个丈母娘有点焦躁啊，咋的恐高啊？你告诉他放松。我老公寻思，你放松吧，你再打开一次，他顺窗户给你撇下去。完，我妈就是在这看着这窗户嘛，就谁敢碰这窗户，他就必须得给摁死。但是他们就玩夹击，你知道吧？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护士长这么一个类型的人物吧，就趁我妈就防守都放在窗户的时候，给我领到了浴间，就跟我说：“亲爱的，咱们抓紧时间洗个澡。”我当时就没有啥感觉了，我觉得你说刚生完孩子就已经被这个太武河畔早晨4点钟的邪风就已经洗礼一遍了，那现在洗个澡又能如何呢？但是我在里头，我能听见我妈在外头找我，其实还挺有娱乐性的呢。我就听着她一听我被带到浴室洗澡去了，哎呀，给她气的，哎，薅着我老公喊，就这你媳妇让人领到浴室洗澡去了，你都不管。哎，你说这边一个带去洗澡去了，外边的不让关窗户，一会儿他洗完澡出来，这屋子过堂风，能给王八给吹翻壳子了，那不落病吗？给人往死里整，太损了，你个大傻狍子，你搁这卖单呢。这时候呢，我洗完澡，迎着这个所谓能给王八吹翻壳子这过堂风，我就出来了嘛。然后我眼前是我生完孩子第一顿这所谓的月子餐呗，你们也能想象是啥了，就大凉三明治配冰水呗。其实这冰水吧，你要说它是水里边加了冰块，有点委屈它了。它其实是一堆冰块把里边填了点水，就是你听没听过一个童话，就一只乌鸦口渴了，就那个配图，就其实里边都是大块，完添了一点水。这时候我妈就疯了，就真是疯了。但是产婆其实不明白我妈疯点在哪，就觉得她可能就是焦虑症，完事儿就给她嫁出去了，就以这个产妇要休息为由给我妈给嫁出去了。我妈一边被嫁着往出走，一边冲我喊：“妈妈一定会回来的，闺女你一定要忍住，不要吃他们给的饭，不要喝他们给的水，妈妈一定会杀回来的，不能妥协，你是有气节的孩子，他们都是虚伪的纸老虎，听着没？”然后我呢就睡了一小觉，醒了呢，有个护士来找我，问我这个 Miss 黄，这楼里有个 Miss 黄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是啊，咋的了？他说 Miss 黄把2楼的微波炉给整爆炸了。后来我一问是咋回事呢，就我妈呀去给我找吃的去了，她就想给我买点糖，结果到处也没有，最后在超市发现有人买糖，她就跟人家买，但是国外这个卖那种大酸奶的桶和汤桶是一个大小一个形状的，人家拿的是汤，她拿的是酸奶，完事跟着人家去看那人是怎么热的汤，到2楼茶水间，人家放到微波炉里热这汤去了，我妈把我这酸奶给热了，结果梆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伦敦塔桥都一震的。我就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没看着那个汤上边他画着木瓜吗？我妈说那我不着急吗？我就以为是泰式咖喱汤呗。我的婆婆婚帖来了一趟中国，进货1箱子小商品回去卖，本来想靠这个发家，结果砸得一塌糊涂。第一个出问题的就是大金表，当时温迪在成都荷花石批发市场一口气批了4块大金表，一共80。他当时放的话，今天批发小丁黄，明天北美3套房。结果回加拿大，温迪就把他老板的儿子叫到家里来推销，说什么这是代工厂大牌同款、联名款、限量款，批发市场学的销售话术全学会了。结果老板家少爷拿着表鼓捣3分钟说：“你可拉倒吧，这表2月份还有31号呢，2月份还有31号呢。”这波表砸手里了，又卖上旅游纪念品了。上个月去雍和宫，一人可以免费拿1把香，温迪来回走了3趟，拿了3把，甚至把早达的香也骗走了，带回了加拿大。回去就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个香卖出去，一根一根卖，薄利多销。结果呢，这加拿大人也不知道买回去干啥用的，这玩意儿呢不买。温迪也挺拼，告人家这个叫 Chinese candle， 哎，你可以把它当成生日蜡烛，冲着它许出来的愿比洋蜡还要灵。结果正赶上尼寇的老姑奶10年了，第一次拜访他家，正赶上人83岁生日，温迪现场就要给老太太拿香过生日。一方面是说清一清库存，另一方面就是给潜在用户打个样，把好评传出去。生日这就过上了，到了大寿的关键时刻，点蜡烛，蜡烛都折了。温迪说折就对了，这样更环保。这个香什么特点？就是你说它代表1岁，哎，可以；你想让它代表更多岁也可以。你看看现在1岁，看，哎，变2岁了；2岁，哎，变4岁，岁数随便掰，寿命 DIY。结果把蛋糕推上的时候，生日歌一起，屋里灯一关，黢黑一片，几个小亮点要灭不灭，忽明忽暗。这83高寿过的那叫一个风烛残年呐，风烛残年呐。温迪依然坚持，他虽然没有点亮房间，但他点亮的是梦想。然后大伙就吹这个 Chinese candle，他点不亮，他吹不灭，越吹越旺，越吹越红。而且这蜡烛量大呀，一蛋糕跟插秧似的。老太太吹蜡烛的时候还83呢，一炷香的功夫吹完84了，再吹，这有可能就人生最后一个蛋糕了。人生最后一个蛋糕。温迪挺苦恼，我说温迪你先别急，你带的东西它不好卖，你下次带点美妆护肤类的，带点我老用的国货珀莱雅红宝石面霜3.0，他家口碑特别好，用的还是淡纹更快的环肽，我用的就是清润版，水润润的很温和，这胶原一重生，脸可不就看着饱满年轻吗？最后一个翻车的是温迪卖的搓澡巾，温迪卖搓澡巾前期销售还是成功的，因为有需求，成功卖出去好几个，温迪都飘了，说
未来的加拿大人手一块搓澡巾，加拿大就是金国，他就是金国英语，金国英语。但售后出了问题，他光告人家往死搓，就使劲往死搓，然后皮肤就焕然新生。但他没跟人说得先沾湿，对方呢也挺要强啊，回家那真往死搓，滴水未沾，汗搓，皮肤没有新生，皮肤牺牲，搓没了。人家现在要求索赔，一共买了他仨搓澡巾，现在要斤斤计较，斤斤计较。